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简报。在这一期中，我们涉及一系列话题，包括拜登政府推动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出售该应用程序，德国警告中国不要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瑞士信贷需要让富有的亚洲客户满意，以及更多。继续阅读，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最新新闻和发展。独家分析硅谷银行危机对中国的教训。从银行层面看，硅谷银行发生挤兑，根本原因在于其存在两大脆弱性：一、存款集中度大，硅谷银行大多数存款来自于硅谷高科技企业，且数额较大。一旦硅谷地区或者高科技行业受到冲击，所有的企业存款或取款行动是一致的，容易造成银行存款大起大落。二、资产集中度大，硅谷银行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到美国长期国债，这种国债的价格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是各种国债中最大的。一旦利率连续朝一个方向变化，资产价值变化会很大。俄乌战争后，美联储连续大幅度加息，对长期国债价格杀伤力大，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了严重破坏，却没能尽早及时调整资产结构，把集中度降下来，遇到风吹草动，大量同质性的存款企业来挤兑，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的大量城市商业银行其实也同时具有以上两种脆弱性。这些银行的名字通常是城市名字加银行，存款的来源主要是该城市政府、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雇员工资，集中度非常高。贷款的投向也非常集中，就是该市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以及该市的地方政府融资。一旦这个城市房价发生大幅度下跌，此类银行的贷款质量迅速下降，储户存款也由于房价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同时降低，容易发生硅谷银行这样的挤兑。城市商业银行存在的这两种脆弱性是中国金融监管应该密切关注的。从政府层面看，硅谷银行挤兑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巨大的漏洞。首先，存款保险形同虚设。存款保险是预防挤兑的工具，广泛覆盖存款数额和存款种类是关键。但是目前美国的存款保险在银行倒闭的时候，只全额赔付25万美元以内的存款，而银行体系内大量存款，包括硅谷银行的大部分存款都高于这个数额。存款保险覆盖度显然不够，形同虚设。现代银行挤兑通常是用鼠标在电脑上操作，或者用手机操作，速度非常快。存款保险一旦不能有效预防挤兑，变成拿出真金白银来赔偿，代价是非常大的，因为在任何国家，存款都是以 GDP 的倍数来计量的。这是中国金融监管应吸取的第一个教训。事实上，当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发现上述问题时，决定全额赔付硅谷银行储蓄人的存款，25万美元之上也保。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硅谷银行之外的所有银行理性地预期到自己如果疯狂经营高风险业务，赚了利润归自己，亏了由存款保险来承担，那么道德风险将大大增加，未来出现风险的概率急剧增大。中国金融监管应该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危机救助过程中，如果言行前后不一致，会引发次生危机，甚至失信。其次，造成硅谷银行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的大拼盘、大杂烩式的多重监管机构导致的监管漏洞、监管缺失，以及各监管机构为了争夺被监管机构争相降低监管标准。事实上，硅谷银行资产集中度的问题是个常识性的错误，把经常一起吃鸡蛋的人存放厨房的鸡蛋都扔到了同一个筐里。这样的问题，如果监管到位，是可以及早纠正，不至于发生危机的。也正是因为美国监管体系自身存在问题，我们预期未来还会有类似硅谷银行的问题爆发，尽管不大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监管应该吸取的第三个教训是统一金融监管，这一点在即将进行的机构改革中将实现，做到事前监管。本文作者顾华京是银行业专业人士和中国简报的特别分析专家。纽约时报，美国推动出售 TikTok 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拜登政府要求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出售该应用程序，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否则可能面临禁令。这项新要求标志着政府对这一流行视频应用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从该应用中获取美国人的数据，该应用一直受到审查。
TikTok 由中国互联网公司 ByteDance 拥有，白宫要求出售，再加上他支持允许他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立法，使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这与前总统唐纳德 ·J· 特朗普的立场相呼应。日经新闻，肖尔茨警告中国不要使用武力来改变台湾现状。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警告中国不要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现状。他表示，德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但不得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他还承诺减少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避免对个别国家的片面依赖，同时开辟新的销售市场。德国亚洲政策的转变有望成为日本的一个福音。然而，肖尔茨补充说，德国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重要国家。彭博社，瑞士信贷与疯狂、富有、焦虑的亚洲人。瑞士信贷需要想出一个策略，让富裕的亚洲客户满意，否则就有可能从这个关键客户群中失去更多的钱。2016年至2020年期间，该地区为瑞士信贷的财富管理部门贡献了1/3的利润增长。然而，这家瑞士银行在该地区面临着各种障碍，包括中国富裕客户对瑞士银行的担忧，因为中国对实施制裁采取了强硬态度。为了阻止亚洲的资金外流，该银行最近将500万美元及以上的新存款的3个月存款利率提高到高达约 6.5%。然而，该银行需要解决客户的疑问，包括制裁风险和存款的安全性，并吸引最近因中国突然转身而受到创伤的客户。路透社，苹果供应商富士康赢得 AirPod 订单，计划在印度建2亿美元的工厂。苹果供应商富士康赢得了生产 AirPods 的订单，并计划在印度建立一个工厂来生产这种无线耳机。该公司将首次成为 AirPod 供应商，因为它希望将生产从中国多样化。富士康将投资2亿多美元，在印度南部的特兰甘纳邦新建印度 AirPod 工厂。该消息报道后，富士康的股票上涨了近 9%。彭博社，中国将美国银行的困境归咎于不良监管和政治内斗。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将最近的银行倒闭事件归咎于美国糟糕的金融监管和政治内斗，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报道还称，其他国家正在为美国银行的倒闭埋单，因为中央银行面临着保障金融稳定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发誓要管理好信贷扩展的步伐，确保合理的信贷增长，并稳定增长、就业和价格。报告还提出，在 CGTN 的民意调查中，超过 90%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监督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日经新闻，中国的脱钩现象蔓延到了软件开发领域。对网络攻击的担忧正导致开发者避免使用中国的软件组件，导致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软件开发脱钩，并引起人们对它可能阻碍科技公司开发新产品的担忧。许多应用程序和系统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开源软件组件构建的，如果一个组件有被黑客利用的弱点，就会危及整个应用程序。这一趋势与中国在软件开发方面越来越多的足迹相结合。美国立法者去年提出立法，以确保联邦机构使用的软件的安全性。路透社，中国再次承诺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市场准入。中国商务部表示，它将继续推动放宽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再次努力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经济。去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半个世纪以来最慢。该部将帮助外国公司深化其在中国的业务，并稳步扩大机构开放。此举是在全球不确定因素推动外国投资者寻找新的避风港时采取的。周二，高盛公司将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从 5.5% 提高到 6%。彭博社，什么促使沙特王储寻求伊朗协议？据了解，两国2年前开始的正式会谈的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决定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是出于抵消其数十亿美元的经济转型计划的安全风险的考虑。据报道，由于对以色列核工作的担忧，王国的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曾向美国和中国寻求援助。由于华盛顿拒绝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要求，王储随后转向了中国。中国提出要弥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分歧。路透社，中国能否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在中国提出乌克兰和平的12点计划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很快访问俄罗斯的普京，
并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季米尔·泽伦斯基举行虚拟会议。中国的传统立场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冲突，但他一直在调解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中国的和平计划要求逐步缓和，最终实现全面停火，但他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虽然分析人士说，中国很难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坐到谈判桌前，但习近平可以作为一个后方渠道启动谈判的势头。彭博社，李嘉诚创立的长江控股利润上升，全球资产抵消疫情困境。由亿万富翁李嘉诚创立的长江控股集团报告称，2022年净收入增长 10%， 达到 366.8 亿港元 46.7 亿美元，这得益于多元化的全球投资组合和重大交易，帮助该公司度过了 COVID-19 的逆风。该集团的房地产部门长江资产控股在同一时期的净收入为217亿港元。长江收入有一半以上来自欧洲，约 20% 来自中国。他正在与沃达丰就双方英国移动业务的潜在合并进行最后谈判。彭博社，台积电创始人说，芯片全球化已经结束。台湾机体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台积电的创始人 Morris Chang 表示，芯片行业的全球化已经结束，他支持美国通过出口限制和公司制裁来限制中国的科技进步的努力。在台北的一个活动上，张忠谋表示，自由贸易已经死亡，全球芯片供应链将变得更加分化，因为美国采取行动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然而，他提醒说，台湾不应该对其相对于美国的地位持天真态度，因为美国对依赖台湾表示了担忧。路透社，美国监管机构将访问香港进行新一轮的审计检查。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E 将于下周在香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师进行新一轮检查。来自安永、德勤、普华永道以及其他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审计公司的官员已被选中参加审计。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的一组官员将被派往香港协助检查工作。此举是在美国监管机构于2022年成功访问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合规性方面出现了长期的争议。彭博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录音演示令人失望，百度暴跌。百度股价在香港下跌了 6.4%， 因为创始人李彦宏展示了一段与该公司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ErnieBot 互动的脚本视频，而不是现场演示。消费者和云客户可以从周四开始注册该聊天机器人，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何时可以使用该服务。这一遗漏引发了对 Ernie 是否有能力与 OpenAI 的 ChatGPT 相媲美的疑问，后者自11月推出以来给用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用户感到担忧。然而，百度被认为是与阿里巴巴和腾讯争夺中国互联网市场下一代平台的领导者。南华早报，中国在中东的作用能否扩展到解决以巴问题？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已经访问了以色列，以促进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翟小川会见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高级官员，承诺中国支持联合国领导的调解和两国解决方案。他的访问恰逢北京成功帮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复旦大学的一位中东事务专家说，巴勒斯坦和沙特、伊朗问题的共同点是，冲突双方都认为中国是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路透社，中国供应商竞相前往越南 ，COVID 的松动打开了逃离中美贸易战的通道。在中国结束零 COVID-19 政策后，中国企业和供应商正在涌向越南。越南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2023年的前50天里，在越南投资了45个新项目，许多小型供应商现在加入了三星、佳能、苹果设备组装商鸿海精密工业和 Luxshare 精密工业等主要企业。中国的成本增加，中美贸易战导致的针锋相对的关税，以及美国扩大对中国高科技相关贸易的限制，增加了越南的吸引力。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新建筑工地的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倍，达到 2.5 亿美元。彭博社，欧盟准备在清洁技术竞赛中争取权利，并对美国进行反击。根据彭博新闻社看到的文件草案，欧盟委员会将宣布旨在确保欧盟在10年内生产 40% 的清洁技术需求的法规，如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这些建议激起了人们对清洁技术军备竞赛的担忧，并被布鲁塞尔的一个智囊团描述为毫不掩饰的保护主义。
这些计划仍需得到议会和成员国的批准，并可能在实施前被修改。这个由27个成员组成的集团正在寻求夺回它曾经占据优势但却输给了中国的产业份额。路透社，监管机构结束调查后，滴滴将在中国扩大服务范围。中国轿车公司滴滴出行宣布，在北京当局的监管调查结束后，计划扩大其服务，为乘客和司机提供更多补贴。滴滴在一份在线声明中表示，它将与行业伙伴合作，覆盖更多城市并提供更多服务。该公司是中国去年对科技行业进行取缔的对象，该公司被禁止接受新用户，并在1月前从应用商店中删除。南华早报，在加息和紧张局势下，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8590亿美元，为2010年以来最低。中国1月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8594亿美元，创下13年来的新低，也是连续第6个月下降。分析师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寻求使其投资组合多样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防范制裁的风险。这也被认为是对华盛顿金融政策感到不安的一个信号，并伴随着两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跌幅发生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月1日加息之前。同时，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在1月份增加了280亿美元，达到110.4亿美元。外交事务，中国的消费难题。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太可能拯救全球经济，它的脆弱性包括国内需求不足、地方政府财政越来越缺乏收入，以及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中国的出口部门占世界商品的 15%， 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在中国14亿公民中，促进消费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中国家庭是大储蓄者，将其收入的1/3存起来。然而，为了实现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目标，中国需要通过转向更大的消费来改变其国际声誉，帮助稳定中美经济关系。尽管如此，考虑到国内的政治限制和对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的需要，执行一个支持消费的计划将是困难的。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